打仗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抢占高地，谁拿下了高地，谁就占据极大的军事优势，可以在高地上建立阵地，以逸待劳，等对手自己过来送死。而另外一方必须要拼命攻击高地，付出血的代价去占领，否则只能被动挨打。你平时看的中国地图都是平面的，但军事家看的地形图和你看的那张可不一样，他们看的都是立体图，近似于军事沙盘。这个图有点模糊，给你们换个世界立体地图吧。俯瞰整个亚洲，在整个亚洲有一处绝对的战略高地，那就是青藏高原。这里的海拔明显高于其他地方，这片高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到5000米之间。它被誉为世界屋脊，也被称为地球的第3极，与南北2极齐名。而位于西藏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高达6000到7000米，其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为8848米。翻过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印度的恒河大平原，这里的海拔只有200多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思就是在中印边境线上，我们有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无敌长城，城墙的高度达到了4000到5000米，墙垛的高度更是有7000到8000米。印度如果想进攻中国，就必须从平原地区出发，向上仰攻这几千米高的城墙，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要是去打印度，越往那边打，海拔就越低，越往那边打，氧气就越充足，越往那边打，气温就越高。而印度要是来打中国，越往这边打，海拔就越高，越往这边打，氧气就越稀薄，越往这边打，气温就越低。打到一定海拔高度，印度军队普遍会出现高原反应，而常年驻训于高原的中国军队，一旦抵达低海拔的印度平原，则完全不会有任何高原反应。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喜马拉雅山脉阻挡后，形成丰沛降雨，使得印度恒河平原成为了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地。这里集中了印度大部分的人口与经济核心，解放军每向前推进一步，印度经济都会损失惨重。但西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青藏高原是公认的生命禁区，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非常不适合人类生活。西藏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8，但刚解放时，全西藏人口仅127万。哪怕到了2018年，整个西藏的人口也仅仅只有300多万，且大部分集中于城市。印度军队哪怕侥幸突破了无敌城墙，面临的也是大片无人区，中国经济基本没有损失，反而是印度的后勤运输会承受极大的压力，整支大军动辄有覆灭之危。西藏的存在对印度的战略威胁力太大了，但如果西藏落入外国之手，那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中国的新疆、云南、成都平原这些地方反而会受到来自青藏高原居高临下的军事威胁，所以外国势力才会想方设法要分裂中国的西藏。分裂了西藏，就等于凭空打碎了中国西部的无敌城墙，战略利益非常之大。如果西藏掌握在中国人手中，那印度人得一路打到四川成都，才能真正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命脉。这段距离可不是一般的遥远，解放前要从成都去趟拉萨，路上就得花半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根本没路，汽车根本上不去，出门交通全靠骑马，货物运输就得靠骆驼。1953年春天，西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几万名进藏的解放军战士眼看就要面临断粮的危险。西北军区迅速组建了一支运输队伍，由穆生中将军亲自率领，带领着2500名战士和17000峰骆驼，从青海的格尔木启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200万斤粮食运抵西藏。那么点儿粮食，搁今天16节火车皮就拉完了，大概也就1/4列铁路货车。如今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短短几天内就把粮食运到西藏，但在当年，穆生中将军他们来回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任务，牺牲30多人，死亡4000多头骆驼。哪怕西北军区动用全力，都无法维持驻藏部队的正常物资补给，更别提高强度战斗了。1954年，中央下令修建青藏公路，由穆生中将军带队指挥。为开辟这条公路，我军一共动用100多万头牦牛和10万军民。高原反应、自然灾害、施工意外，时时刻刻威胁着筑路大军的安全，共有3000多名战士和工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穆生中将军仅仅用了7个月04天的时间，就成功打通了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公路运输线，从此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
如果靠双脚走一趟，花费的时间差不多也要7个月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修筑的公路，只是为了解决西藏交通从无到有的问题。至于质量，可想而知，说是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农村级土路。青藏线的平均时速仅20公里每小时，路面坑坑洼洼，并且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交通频频中断。数十年来，这条公路总是处在修了断，断了修的循环中。在改革开放之前，1年里它断通的时间能超过150天。尽管穆生中将军只用了7个月就把青藏公路给修通了，但咱们国家却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总算完成了对青藏公路的全面改造和升级，让它全线达到了2级公路的标准，运输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54年通车的青藏公路，虽然初始运输能力极弱，但比起骆驼要强太多了。这条公路让我军终于有能力为驻藏部队提供足够的补给，并慢慢积累了足够的物资，于1962年发动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国和印度的领土纠纷主要由2大块组成，藏南和阿克塞钦。面对印度方面的屡屡挑衅，1962年我军发动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大败印度军队，不仅一举收复了所有备战领土，甚至一路打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但大获全胜之后，我军却主动后撤了20里，把藏南地区让给了印度，只保留了阿克塞钦地区。藏南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是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地，有西藏小江南之称。因为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藏南的年降雨量高达9000毫米，极其适合农作物生长。什么叫年降雨量9000毫米呢？长江经常发大洪水，但实际上长江流域地区的年降雨量仅在400到1600毫米之间。长江流域最为湿润的区域，年降雨量也不过1600毫米，即便是到了海南岛，年均降雨量也只有1639毫米。而与西藏相邻的新疆，地形高差和藏南地区相近，年降雨量在吐鲁番盆地仅有150毫米。藏南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海拔从6000多米陡降至500米，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坡度远远比北坡要陡峭。我军向藏南运输物资，需要先把物资从内地运输到西藏，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运送到藏南。通向藏南的运输道路，夏季会被暴雨阻断，冬季会被大雪封山，每年只有10月和11月这2个月能够通行。而印度方面则背靠着广阔的大平原，可以依托10亿人口的庞大力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员和物资。从军事角度来看，藏南地区是根本守不住的，解放军再能打也做不到。而阿克塞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海拔4000米虽然是一片荒芜之地，但这里易守难攻，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藏南地区虽然土地肥沃，但战略价值相对有限。阿克塞钦虽然环境荒凉，但战略意义极其重大。这块要地能够同时连接新疆、西藏和克什米尔。从阿克塞钦发兵，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400公里，就像悬在印度头顶的一把利剑，是一块绝对的战略要地。上次和印度发生冲突的加勒万河谷也位于阿克塞钦。而在藏南方面，由于麦克马洪当年对西藏地理不是很熟悉，在地图上画线的时候，有一处没有按照喜马拉雅山的山脊线来划。这个地方名叫墨脱。墨脱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边，是我国扎在印度大平原身上的一颗钉子。当年收复藏南的部队，我军正是从墨脱县发起的军事行动。即便按照麦克马洪线来划分，墨脱地区也毫无争议，属于中国领土。因此，印度方面只能默许这颗钉子的存在。正因为墨脱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在藏南地区就始终占据绝对的军事主动权。居高临下，只要后勤补给充足，藏南地区随时都能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光看平面地图，大家可能体会不深，咱们来看看立体地形示意图就明白了，你就知道墨脱的军事意义有多重要了。很多人对藏南物资运输之艰难没有太大概念，甚至认为藏南是西藏之南，两者之间是一片平地，大军分分钟可以抵达。我今天先告诉你们，对墨脱的物资运输有多难。物资想要到藏南，必须先到墨脱。墨脱县北边是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南边的最低海拔只有几百米，平均海拔1200米，年降雨量能达到4000毫米，夏天暴雨能把路冲断，冬天大雪能把山封住。1961年10月，中国就开始勘测墨脱公路了，但就连对印自卫反击战都打完了，这条路都没有动工。所有的物资都是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硬生生运进去的。1975年7月，
经过长达14年的勘测，墨脱公路终于开工了。边修边毁，再修再毁，施工6年，牺牲34人，重伤近100人，几乎全军覆没。1981年，西藏交通厅从实际出发，停建了墨脱公路。筑路官兵们辛辛苦苦修建的道路，除了扎木大桥和前面24公里还能使用之外，剩下的全被自然灾害给毁了。到了90年代，施工方法改进了之后，墨脱公路的项目又重新启动了。19939月，墨脱县终于第一次通了车，几辆汽车披红挂彩的开了进去。常年与世隔绝的墨脱老百姓头一回见到这种会跑的怪物。但第2天，墨脱公路就被泥石流摧毁，开进去的报喜车再也没有开出来。1995年后，墨脱勉强能做到分季分段通车，但全年最多只能保证2至3个月的通车时间，其他时间都在断路和抢修中度过。21世纪后，中国的工程技术再度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工程师们提出用隧道的方式强行穿越嘎隆拉雪山，避开了大雪封山带来的影响。2013年10月，扎莫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这一下子就把墨脱县能够通车的时间提升到了每年8个月，极大地增强了墨脱县的物资运输能力，解决了困扰西藏军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但仅仅靠一条公路的物资运输能力，应付一场小规模战斗是没问题的，要是用来支撑大国之间的较量，那就远远不够了。而想把物资运进藏南地区，那就更是难上加难，更别提我们直到2013年才拥有了这条公路。1962年的中国，如果选择在藏南和印度对号，打赢了也会输，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资根本运不进去。藏南的达旺地区甚至是西藏6代达赖仓央嘉措的出生地，但我们不得不撤，因为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会切断我军后路。印度方面则可以肆无忌惮地以多打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1962年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毛主席在香山会议上说得很清楚，起码要保证30年的和平，这个目的完美的完成了。但如果物资能无所顾忌地运入藏南，我们根本就不会撤。1962年的中国维持几万驻藏部队的正常补给已经非常困难，更别提在藏南开战的消耗了。物资投放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中印边界解放军的战斗力强弱。要想增强对藏南的物资投放能力，首先要增强对西藏的物资投放能力。毕竟，如果物资连西藏都运不进去，就更别提运到藏南了。青藏公路的运输能力极为有限，不仅破旧，而且路途遥远，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得9曲18弯，时速慢，运载能力低，还经常被地质灾害给中断。早在1958年，中央就下令铁道兵部队修建青藏铁路。这条铁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简直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在青藏高原上修铁路，远远比想象的要困难。铁路的运输能力确实大大高于公路，但对地基稳定性的要求也远大于公路。公路沉降一点点，破个洞慢一点还能勉强能开，但整条铁路线如果有一处出现问题，则全线截断。青藏高原上到处都是冻土层，最厚的地方达500米。和俄罗斯等永冻区不一样的是，青藏高原的冻土层位于冻融临界点，时冻时融。冬天的时候硬得像冰块，夏天的时候软得像烂泥，异常棘手。很多外国专家认为，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修建铁路几乎不可能。全世界就这么一块高原冻土极为特殊，连个可参考的国家都没有，一切都得自己摸索。经过半个世纪的科研，中国终于攻克了在冻土上修建铁路的核心技术。2006年7月1日，这条被期盼了半个世纪的青藏铁路终于实现了全线通车。而在它旁边相伴的是为西藏输送物资默默服役了半个多世纪的青藏公路。青藏铁路被大家誉为天路，它是中国新世纪4大工程之一，堪称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于2013年9月入选全球100年工程。如今的中国人想去拉萨一趟，那真是太方便了，跟过去那些艰难险阻一比较，简直就不算个事儿。这条铁路让西藏的经济蹭蹭往上涨，解放军的物资运送能力也跟着突飞猛进。多亏了青藏铁路，西藏再也不用为运东西发愁了。而2013年，墨脱公路也已经修通，据说还在研究全桥梁加隧道的形式，在不惜血本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让墨脱实现全年通车。这些年基建狂魔的技术储备，让西藏军区再也没有物资的压力。解除掉这个枷锁的限制后，西藏的军事战略意义就太大了。
西藏在中国手里居高临下，随便找个地方设个阵地，就能对印度形成高地优势。几十种阵地，个个都是高地级威胁。而印度军队即便伤亡惨重地突破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封锁，也会被无人区死死地困住。桥梁一炸，铁路一断，印度军队又麻爪了。中国打印度，打赢了就是赢，打输了也不会输；而印度打中国，打输了就国灭，打赢了也没法赢。这是巨大的战略优势。兵法中所说的“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说的就是西藏了。更别提在国力和军队战斗力相当的情况下，印度军队根本攻不破那道无敌的城墙。所以在国家战略层面，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当成自己的对手，只重视苏联和美国。在军事上，印度的地形太差了，纯粹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在经济和军队战斗力方面还不如中国，印度哪里配得上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印度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在边境搞点摩擦，纯粹就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已。事情真要闹大了，印度自己就会第一个怂，主动把事态缩小。曾经制约西藏解放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如今已经实现了数百倍的飞跃。西藏的绝对地形优势会被解放军发挥得淋漓尽致。本来战斗力就比印度人强，如今还占据地利，迫使印度人自己冲上来送死，这简直是单方面吊打啊！看过立体地形图的人都不会认为印度有资格当中国的对手，因为印度真的不是对手。好了，最近不知道做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听啥，更新的没以前勤快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